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偏心的湖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都是同一片湖泊，可我们这边的都是淡水不说，关键资源还特丰富，鱼类和鸟类都有10几20多个品种。反观印度那边，不仅是咸水，别说什么动物了，简直就是寸草不生，搞得印度就很不爽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为啥一个湖泊会这么特别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班公湖位于西藏日土县，是中国和印度的界湖。湖泊东西长150公里，南北宽4公里，最宽的地方能有15公里，但最窄的地方仅有5米，总面积约为604平方公里，我国占68.5%，而其余部分则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。超4000米的海拔高度，让班公湖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。同样的，因为海拔高，再加上交通也不是很方便，使得这里人迹罕至，受污染程度小，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当地的环境，使得班公湖水草丰茂，资源相当丰富。光是鱼类就有10多个品种，像什么西藏公鱼、西藏特有的猎腹鱼等等，大量的鱼类资源也使得班公湖成为了鸟类天堂。每年的5到8月，就有成千上万只鸟类来这干饭生娃，这个时候也是来班公湖观鸟的最佳时间。班公湖鸟岛的鸟类不仅品种多，约有20多种，什么斑头雁、黑颈鹤等，能看到不少珍贵鸟类，而且它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。当然，这些景观呢是仅限于我国境内的班公湖，印度那边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别说鱼鸟了，他们那儿就连杂草都长不出来。明明是同一片湖，为什么会有2个这么极端的情况呢？你见过一个湖泊就有2副面孔的情况吗？它就是班公湖。都说班公湖是偏心湖，以为是夸张，直到现在才发现，在我国境内的班公湖不仅是淡水，而且水草丰茂，资源丰富。相反，印度那边的湖水咸得可怕，而且还寸草不生。按理说，一个湖泊要么淡要么咸，怎么还玩起了渐变呢？当然，会造成这种奇特的场景的原因，一是因为水源供给。在我国这部分的班公湖，不仅有2大支流提供淡水外，每年夏季来临，还有丰富的冰川融水，淡水给的足足的。再加上这边的蒸发量又比较低，所以我们这边的班公湖才会是淡水湖。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它的地形，班公湖很长，但中间却相当的狭窄，就算东边有充足的淡水供应，两边的水源也很难流通。另外，西部班公湖的降水很少，年均降水才60毫米，但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，典型的入不敷出。本来给的淡水就少，使得西部的咸水得不到稀释，完了蒸发量还这么大，也难怪印度这边的班公湖会是咸水。同时，因为这些原因，西部的班公湖才会显得这么荒芜。毕竟能在这地方活下来的动植物可没有多少。如今我国境内的班公湖含盐量依旧很低，反观印度那边湖水的含盐量居高不下，而且这些年还在不断的增长当中，这就搞得印度有点小不爽了。都是一个湖，凭啥待遇差距会这么大呢？班公湖是我国领土，但印度却总想着要抢夺，时不时就来骚扰一下。印度为啥这么做？当然是班公湖有很大的价值。什么价值呢？一是经济价值，前面也说了，咱们这儿的资源不同印度那边的匮乏，资源相当丰富。其次呢，就是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。印度不总想着要侵占我国的领土吗？而班公湖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想要进来就得经过班公湖，因为最方便。另一个就是因为班公湖所有淡水资源全在我们这儿，对于驻守的印度人来说，想要打个水喝都得走10几公里才行。面对咱们这么多的淡水，看到了自然就分外眼红。不过我们也不是软柿子，面对印度的挑衅，为了保护班公湖，我国在这部署了一支高原海军，他们也被称为西海舰队，是海拔最高的海军。如今的班公湖一直都是日土县最著名的景区。从2011年开始，河北省就投资了上千万，用来发展班公湖景区，修建了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，比如说码头、观鸟台、观景台等等。不仅买了3艘游艇，还打造了一个600多平米的小木屋，设立了交通指示牌。等到2016年，日土县又投资了5000万，对班公湖景区进行升级改造，修复游客中心、自驾游营地等，提高游客的游玩体验。另外，还种植树木和草地，改善班公湖周边的生态环境。现在的班公湖也成了一个游玩体验极佳的优美景区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班公湖，不远万里的过来领略大自然的馈赠，感受如梦似幻的世外桃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